考证是要考证的，但考证是不可能的。这期视频为您带来195工程阿玛塔主战坦克速主过程的讲解。这次制作使用的板件是3华的2029。阿玛塔那相当萎缩的头身比，作为新一代主战坦克毫无战斗气质。俄联邦因军改下马的195工程高大威猛，符合毛子的暴力美学。为了不浪费板件，也为了给当时没有底盘的195工程炮塔找个家，进行了这期不是那么考证的疯狂改造。开始进行速度改造，这个光固化的 3D 打印炮塔受到材料和精度的限制，层纹很多，而且细节很糊。先去除炮塔上很糊的细节。炮塔尾部外挂的包裹是打印层纹的重灾区，用吸口钳暴力去除。这个打印件的材质很硬，剪断的瞬间有崩碎的效果。对断面进行修正，去除炮塔尾部的高拧装置，硬砂张主动拦截弹、烟雾弹、前车灯、炮塔顶部冠苗细节。炮车打到引导装置的细节，顶部冠苗后面的细节，顶部冠苗两侧的管线，顶部冠苗的保护盖剪下保留，方便后续制作。硬砂张主动拦截弹的位置和烟雾弹的位置正红，为替换件的安装做定位。炮管也进行了打磨，将炮管插入炮塔，加速看一下效果。喷涂完黑色水糊土后，用一高补土对炮塔进行填补修整。靠上炮塔对比还是不协调，车体还是太大。拆下侧裙板，再扣上炮塔，看上去协调不少。履带是熊猫的活动履带，活动性很好。去除车体侧面多维的部分，将车体做成无裙板状态。T72的6班路轮对比 T14的路轮，装置后整体看上去更霸气一些，尝试进行替换。用一些模型的剩余零件给炮塔丰富细节。圆形、椭圆形雪盖板用 T64BM 树脂件的剩余件。后部两侧的摄像头用3华 T14炮塔的拆车件。方形盖板用RPG 台风装甲车的剩余件。烟雾弹用小号手 T72的剩余件。
参考第14的实车照片，用7毫尺寸的透明塑料管制作空挖状态的主动拦截弹。前部的2个和头部的杠举装置用红星 T90A 的拆车件。炮台尾部切掉包裹的断面有孔洞漏出，切割好大小的胶板遮盖对应的位置。炮台尾部的空缺用锰 T72B3 的拆车件填补。毛子 T72系列炮台尾部经典的储物箱，更能显示这个实验车的所属阵营。切割好长度的细胶棒粘到炮塔上的对应位置，替换原先模糊的螺栓细节。炮塔上所有的把手也都用铜棒替换。2部系台风装甲车的剩余件制作炮塔左侧天线。小手 CVD86A 步兵战车的炮管替换炮塔左侧机炮的炮管，这个炮管更长，带炮口制对器，更加凶猛。红星 T90A 横风传感器的拆车件替换元件。记不住哪个套管里的金属天线，制作炮塔右侧的天线。小手 T64 炮塔挂点剩余件，增加炮塔侧面细节。小手 T64 的三角把手剩余件，增加炮塔顶部冠苗上盖的细节。天空 GT2 的齿壳片增加顶部冠苗侧面管线口的细节。小手 T64 的齿壳片制作炮塔顶部冠苗侧面管线的支架。软胶管制作顶部冠苗侧面的管线。齿壳片的边角料是做后面管线的固定扣。将顶部冠苗的保护盖粘到原来的位置，同时制作顶部冠苗管线的末端。切掉炮管根部毫无细节的激光测距仪，用肉虎 T90MS 的剩余件进行替换，并用软胶管添加管线。齿壳片的边角料是做管线的固定扣。炮塔根部像叉子一样的结构插入炮塔孔洞里的横轴，为了让它以可动的状态固定到炮塔上，将叉子一端的部分切掉，塞入插组中，抵住炮塔的横轴，点胶固定到叉子上，这样炮管就不会从炮塔里掉出来了。橡胶手套的手指部分制作炮盾的防水布，对橡胶手套压缩堆叠，制作防水布的褶皱效果。配合可动的炮管，可以实现较为拟真的效果。为了不浪费熊猫的活动履带，切割已经粘死的悬臂，改造活动悬挂。这里改造的难度是在已经合盖的车体里粘接扭力杆。为了丰富车体侧面细节，参考工厂状态的 T14照片，用细胶棒和不知名型号模型的剩余件制作管线支架。用软胶管制作车体侧面的管线。管线完成固定后，去除多余长度的细胶棒。用裁好大小的齿壳片边角料制作支架的外侧部分。
T14的陆轮装车查看效果，速组完成。请您欣赏这个模型的速组阶段展示。考虑到这个作品的内容很多，压缩到一期制作可能会漏掉一些细节，计划分几期为您呈现。这期视频为您带来195工程阿玛塔涂装部分的过程讲解。仅有的几张195工程实车照片中所展示的涂装样式是黄绿黑相间的3色迷彩。如果按照这个迷彩进行涂装，现实中应该没有人会再去买内侧喷涂迷彩，那 T14的车底侧面只能用单色的底漆，这样会导致迷彩在整车中的占比减少。较小的炮塔也会放大这个效果，而且车底两侧与顶部的过渡不自然，有割裂感。不考虑用3色迷彩给这个模型涂装。上期视频里提到的195工程的开发终止，是因为俄联邦军改导致的。毛子在苏联时期也有一些思路超前的实验车，因为一些原因导致开发终止，有的被重新刷上油漆，停在莫斯科郊外的库宾卡坦克博物馆进行展览，有的就没有那么幸运，只能露天停放在地点不详的坦克坟场。参考这些毛子坦克露天存放的实车图，决定用废旧状态的单色为模型涂装。开始喷涂，喷涂完黑色水雾堵后，用深红色喷涂模型的高光区域。喷完掉漆液后，用橄榄绿作为掉漆的第一个颜色进行喷涂。漆面干燥后，用笔刷沾水制作掉漆。因为发胶或掉漆液会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越来越与漆面融合固化，使漆面越来越难以剥离。为了稳定的制作掉漆，分区域进行掉漆液的喷涂、底色的喷涂和掉漆的制作。掉漆完成制作后，用调浅的橄榄绿作为掉漆的第二个颜色进行喷涂。漆面干燥后，用底刷沾水制作掉漆。掉漆完成后，用漆好大小，并在背面贴了2层改色膜的盖玻片，作为炮塔观瞄的镜子，用顺干胶粘到炮塔对应位置。为了配合模型报废状态的效果，镜子做成了碎裂状态。开始笔涂，黑色笔涂车底侧面的管线。30炮的炮管，激光测距的管线，
黄绿色笔头炮弹的防止布。黑色笔头烟雾弹的盖子。车尾的钢缆。银色笔头炮塔前部车灯的内部。红色笔头炮塔后部的车灯。用海绵和细毛笔对发胶雕漆没有照顾到的和不自然的地方进行补充。开始旧化，用白色和黄色油画染料配合稀释剂刷涂全车，统一色调，制作滤镜。用红棕色油画染料制作大范围的锈迹。实在抱歉，设备没有调整好，从这里开始画质降到 720P。用浅土色旧花液涂抹全车，制作浅色泥土。用深土色旧花液涂抹全车，制作深色泥土。用深黑色旧花液涂抹全车，制作阴影。现实中长时间停放的装甲车辆不会有行军时甩到车身上的泥土，所以模型底盘上的尘土量和车体表面相同，保留一些关键部位的锈迹。安装车轮，这里使用 T14的负重轮，并没有采用195工程同款的 T72负重轮，考证战胜了疯狂。安装履带。涂装完成。
请您欣赏这个模型的涂装阶段展示。既然是报废状态的实验车，不配个坦克坟场的场景实在可惜。在下期视频中，你可能会看到这台模型场景部分的制作。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让我们下期见。